和齐白石属于同一世代的黄宾虹，世人对他水墨创作的认识和理解，事实上是相当迟缓的事。特别是和齐白石相较，当1910年代后，齐白石已经结识陈师曾、陈半丁等学界大佬，而在北京扬名。到了1925年，连知名艺人梅兰芳都拜他为师时，黄宾虹仍在上海，以黄石本名编纂美术丛书，并为《真相画报》《天荒画报》等杂志撰稿，声名未响，没人听过黄宾虹一名。因为宾虹这个字号是他1920年之后才开始签署的别号，那年已是57岁。今存台北长流美术馆的一幅山水人物扇面，临摹画法仍为四王余绪，但前方山石层叠笔法已有自家特色。题跋壬戌属日，若听仁兄先生正之，宾虹，应即1922年之作，也是以宾虹为号的第3年之作。前印白文方印，印文难辨。1937年，黄宾虹才因香港画友张古厨为其整理出版《宾虹画语录》而传颂一时，且应邀转赴北京，任教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，和台湾留日画家郭伯川同事，已是74岁之龄。1937年，也正是日军大举侵华之年，黄宾虹全家于6月移居北平，7月日军便攻陷平津。黄宾虹为避免敌卫骚扰，自此谢绝应酬，闭门作画著述。一件题述戊寅7月的花错损旗小篆7言联，正是1938年的作品。联文作花错尊雷今出池，损旗见景欲成林。上文落款，孝文侍讲仁兄，家学渊源，搜集乡邦文献，著述词汉，片处林间装潢实习，不遗余力，任配深知。下联落款，因集古咒，花错尊雷今出池，损旗见己欲成林，中顶文14字，并题述戊寅10月黄宾虹书，时年70有5。前印2枚，白文方印、黄宾虹印，朱文方印、宾公。可见此时的黄宾虹，即使闭门谢客，仍致力于古文献的搜罗注录，而对于进行同样工作的同好雅士，亦深知任配。从相当的程度观，黄宾虹的一生，学者的身份显然大于画家的追求。1939年，人在北京，仍将自藏的四王山水画作予以出售，购得金石书画相关图集，深入研究。此外，光是1940年1年，便以余相笔名，先后发表根尘降生之画家、伊吾驴魔巨手之书画、建江大师译文、周秦印谱、画坛、龙凤印坛、释挪等多篇文章于中和月刊。同年1940，由台北长流美术馆收藏的云绿山闲山水长卷及画院书城篆书7言联，则已可看见其水墨画作风格成熟的样貌。前者是高29.5公分、长达266公分的长卷，画写江畔山峦起伏、烟幕笼罩下，林中小径沙弥徐行的向晚氛围。画评家口中所谓的皇室水墨浑厚华姿之美已然可见，在层层墨韵中笔笔相叠，云山蓊林交错相映，正是苍劲中含有生浊感，高古中又带着潇洒意味，留作愁郁。卷首皇室题跋，云绿山闲碧月明，福州烟幕尽坡生，魏唐向晚平林路，仿佛沙弥画里行。落款西爽先生一灿，庚辰之秋，宾虹。前印白文方章黄宾虹印。卷之首尾分别有王壮维、陆维昭、胡适莹、夏承道等人之题跋。而同年之小篆7言联，联文画院纵横集群史，书成木卫作诸侯。款式天如先生，公文祠，经鉴赏，任配9之，
书此极兮大雅灿正，竖题庚辰春日黄宾虹及周经文，前印2枚，白文方印，坛上指印，朱文方印，名庐。坛上为其故乡，直乃本名。1946年，有经藏长留美术馆的设色金娟中堂花鸟画《春阴斜景》，以墨谷水墨加朱砂石青画成，是皇室相当少见的花果之作。题签：画以不似为妙，此谓神似。余3品之位，先求能品，尚不可得。82叟宾虹。画幅右下角有一朱文压脚章，印文缓慢难辨。1947年，已是84岁之龄。这年，李可染拜入师门，黄宾虹画成西溪小景一座，笔墨愈显放纵，看似杂乱率意的笔法墨韵中，呈现山脉浑厚、林木华姿的温润感；而在山与山之间，则是一些虚灵的空气与空间。这幅135.5公分长的横幅中，仔细观其笔墨，变化多端，似无章法，但实则层次分明，起气、波折、提顿、回旋、点染，形成一种葱翠苍郁、树生草动的整体感。题跋于画幅右侧，作西溪小景84叟宾虹，前印2枚，白文方印黄宾虹及朱文压脚衔章黄山山中人。隔年1948 85岁，应国立杭州艺专之聘，南下担任教授，由北京经上海至杭州，居栖霞岭19号。长留美术馆今存其该年所作山水长轴《杨素山水》。杨素是广西桂林的一处胜景，自来有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杨素山水甲桂林的俗谚。黄宾虹的《杨素山水》以立轴形式描写杨素山林景象，重重山峦间，几座屋宇藏于画幅中间收下的林木之中，山径由屋宇后方山坡上升，而溪水则经由前方绕行，笔墨交柔，虚实相生。这种看似慌乱，却又能确实掌握自然画境的手法，中国大陆学者也是知名书法家的陈振联曾以表现主义一词来形容。他说，黄宾虹对古典山水画的突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。他尊重继承形式的价值，在章法处理、线条表现方面与古代画家持同一个立场，但他在尊重静态的形式之外，却以自由的挥洒节奏、若有若无的线条感觉，反映出一种明显的强化主体的趋向。黄宾虹的伟大之处，即在于他全部考虑自然山石本身应有的自然形态，他几乎是在现凭己意，用那似乎单一的，却又浑厚饱满的金刚杵线条勾画出一切。在金刚杵的线条基调下，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强烈的主体性格，千变万化的自然形态万象，被主体的线条纯净化、表现化意识所取代，被画家心中的节律所取代。杨素山水题跋于画幅上方，作杨素山中寄游，雾子立春，85叟宾虹写，名章铜钱。是年1948，黄宾虹将所传《中国化学史大纲》草稿赠予弟子王伯敏，也成为王氏日后巨著《中国绘画通史》上下的基本架构。1949年，中国大陆政权易制，国立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，黄氏仍任教授。1951年有仿范中立笔法山水图轴，在类如北宋范宽巨峰堂皇的构图中，以绵密的笔法画成。题跋于右上，作范中立画，层层深厚，千笔万笔，无笔不减。辛卯88叟宾虹，前印2枚，白文方印名章如前，另压脚衔章朱文长印，冰上鸿飞馆。此作仍由台北长留美术馆保存。
同年1951另作《丰溪营带山水长卷》，是一件长达500公分的作品，以墨笔和墨韵相参，形成江水阔长、山峦起伏的幽静画面。题跋诗作：丰溪营带黄潭上，德泽堂阴载口碑。瞻望东山云出峻，万方草木雨华滋。前印2枚，除白文方印名章黄宾虹外，另有朱文圆形压脚章，印文难辨，或为藏家之印。另卷首有江山如画4字，庶名散耳，即江上老人临散之。前印白文方印散之印信。此幅长卷乃皇室颇具代表性的佳构之一。1952年，黄宾虹已是89岁高龄，居所由栖霞岭19号迁往33号，即今黄宾虹纪念室所在。生平画理讲稿交弟子王伯敏进行整理，而与弟子所谈画法，亦由弟子为之笔录。此年画作多见，题跋亦多为谈论画法之言。今由长留美术馆保存者，既有虎儿比利能扛鼎山水轴、云山小望山水轴、西山深处山水轴、宋人画法山水轴、山川浑厚山水轴及李潭园旧居山水轴等。相较于此前之作，1952年的作品明显有着趋于淡简的倾向。虚实之间，以往以实为主，笔墨充满画面，其间只留出一些虚灵处，人称透气点。此时则虚处大增，笔墨更简。他曾自言：实处易，虚处难。虚而不空，更需实处笔墨的衬托。1952年的这批山水，尺寸都在高不超出100公分的画幅以内，相较于以往的作品，显然较小，而笔墨的简淡似也成为必然。虎儿比利能扛鼎山水轴高94公分，在堂皇主峰的牵引下，溪水由画幅中间的横向由左而右，再由右斜下至画幅底部，进而流出画幅之外。题跋写于画幅右上角，和河流的出口处形成对角线的构图。文作：虎儿比利能扛鼎，古人用笔全是力大于身，含刚健于婀娜，所谓刚柔得中也。题数：壬辰89叟宾虹，名章：白文方印黄宾虹。所谓比利能扛鼎，正是黄宾虹的金刚杵笔法。如果说四王之前的用笔多是运用短线的皴法，黄宾虹则少有斜劈的短线，而是以波折的长线搭配长短不一的墨点。而这种运笔的态势，既受石涛的影响，显然也和他的精于刻印有关。因此以印入书，笔画一波三折，甚至越到晚期，越是以力入画，据点呈现，笔墨相应，从主峰的山巅到峰下的山峦，到林中的屋宇，乃至溪上的小桥、前景的山岩，处处均是如锥画沙，波折间更显造型之丰美多变。云山小望山水轴也是高95公分的小浮力轴，除远山的墨韵之外，用笔则少了波折，多了原味，即皇室笔法中的如折拆骨，纯用圆笔，中锋勾勒皴皱，取法皱丽行草，用墨则远重近淡，凸显主峰气势。题跋云山小望，以范华元笔意写之，庶名壬辰宾虹，年80有9，前印铜钱。范华元即范仲立、范宽之别号，其乃北宋京兆华元人，西山深处山水条幅，为67乘41.5公分尺幅，配合画幅长宽比例的改变，少了长线，多了墨点，
画幅饰点也从立轴的由主峰而下，改为由溪口登岸而上，强调溪山深邃的幽静感。浓密山林正是世人隐居读书最佳处所。北宋人画法山水轴，也是94.5公分高的长轴，用笔率意，笔墨合一。题跋曰：北宋人画法简而易繁，凡不在形之秘，其变化在意，元人写意异同。庶民人乘89艘冰红，前印铜钱。而山川浑厚山水轴，则是在95乘29公分的狭长画幅中，呈现其一生山川浑厚、草木华滋的终极美学理想。笔法多样自由，墨韵浓淡丰美。1952年的这批作品，因正是黄宾虹为弟子讲授各种画法、画理的示范之作。隔年1953，黄宾虹正式迈入90大寿。2月，画友、弟子为其举办90寿辰庆祝会于杭州，并展出其书画作品及所藏文物。此年，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讲学，仍能即席挥毫示范。长留美术馆收藏其西溪幽胜山水条幅及该年之作。此作为84乘78公分的尺幅，但用笔、墨韵、构图均属别致之作，少了线条的雄辩，多了墨点的绵密与韵味的清雅，是一种生命成熟圆融的情境。题跋西溪幽胜，并至清道咸中，金石学胜，会试由明启真诸贤，上溯北宋，一扫楼东虞山柔靡之习，欧化东渐，日益灵替，兹以包安吴笔意为之。庶名鬼寺宾虹，年90，前印名章同上。西溪乃杭州城西的一个湿地，距西湖约5公里。西溪、西湖、西陵合称三溪，是杭州知名景点。黄宾虹以西溪为题材的水墨画作颇多，此作题跋所论，是谈金石与会试之兴衰。跋文中提及的包安吴，即清代学者、书法名家包世成，其历史功绩再透过书论益州双集，鼓吹碑学，对清代中后期书风变革影响甚巨。1953年6月，黄宾虹因眼疾入院治疗，出院后又因工作过劳，罹患肠炎，再度入院。院中仍勉力口述化学篇及化学篇释义，由王伯敏笔录成书。出院后，受邀出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，因病未能赴任，仍捡古今名画数十件回赠美术学院。自知体力渐衰，乃函请江孝文赴杭州代为整理生平所藏书画文物，编制目录，准备捐献。1954年，体力恢复，赴上海出席华东美术家协会成立大会，并当选为副主席。华东美术协会亦为办黄宾虹先生作品观摩会，并举行座谈，展出作品全数捐献国家。长留美术馆存藏雁荡寄游图轴，即为1954年之作，也是黄氏晚年少见力作之一。全幅比例雄浑，墨色饱满，虚实相应，毫无老态。长留美术馆另藏数幅未记年月的黄氏之作，亦各附特色。唐人渲染之法山水扇面，山头画法浑实细密，林木点染温润，应是较前题1922年的山水人物扇面更为后期之作。题述：诗唐人渲染之法，
普云仁兄校正，宾鸿。前印朱文方印，黄宾虹。新安江山水册页记8幅，依提拔分作，李谭原画，师董巨笔，力求尽以过恩翁，正位一极。渐入蓬莱，茶园下游，钢鸾重叠，灿烂殊彩，溪桥初霁。清溪清我心，水色一珠水。借问新安江，见底何如此？李白诗。茶园又名茶波，翠中庵在狮子山，新安江上绝有写此等。构图约略均同，山势左高右低，溪水流过，一片祥和。新安江是安徽境内的一条明河，素以水色佳美见称，江水四季澄碧，清澈见底。安徽乃黄山所在，也是黄宾虹故乡。黄宾虹就有一枚黄山山中人衔章，可见他以生长于此为荣。黄山自明代以降，以其72峰雄秀挺峙，烟云变化，孕育启发无数画人，包括石涛、建江等名家，而有新安画派之称。此山水册页之首，提拔论籍之李谭元，即新安画派先驱的明代画家李流芳。黄宾虹生平最仰慕新安画派，却不愿为之所服。此册页因即以新安江景为底稿的作品。黄宾虹一生以研究古人礼法为务，但不为古人礼法所束；又一生以诗法自然为务，亦不为自然成景所限。他提倡诗法古人兼施造化，但又说人没有自然伟大，自然没有艺术伟大，即在强调自我的重要性。令青铜瓶器拓片红梅图，呈现黄宾虹学者风范的另一面。这是在一个晚州青铜瓶器的拓片上补上2株红梅的作品。在高达153公分的画面中，红梅枝干曲扭古拙，红梅盛开满枝，梅枝离干插于瓶中，仍不失生命坚强的本性。画幅青铜瓶器拓片下方有拓印者题述周盘云湖的释文外，黄宾虹于补画梅花后，亦提拔于瓶身一侧，作唐子卫画梅法补写于晚州青铜瓶经拓器上，见者其善护之。宾虹。前印白文方印名章，黄宾虹。唐子卫即明代画家唐寅。之后又题诗句于画幅右上，作谁向罗浮梦玉人，香魂原是一枝春。微风寄雪相看处，瘦影疏花绝点尘。落款录前人旧句，宾虹又题前印另枚白文方印名章，黄宾虹印。另有山水图3件，其一论米元璋山水条幅，笔墨饱满，构图雄浑，应属盛奇之作。题跋米元璋沪南栾翠图，钱松湖称其诗法又成式，但以海月庵一种木之，前矣。宾虹。前印2枚，白文框线方印名章，黄宾虹。朱文压角长衔章，宾上鸿飞馆。米元璋即北宋画家米芾，又成氏及唐代画家王维。至于钱松湖，则为清代画家钱度。又元人可比山水条幅，是以3段式构图，干笔写江景。题跋元人可比，瘦而不枯，苍润可喜，恣衣拟之。宾虹。前印白文方印名章，黄宾虹印。全幅以浓淡2色墨笔写之，却在屋顶、树干、山巅、水面轻施少许楚色，点醒画面。最后的无数青山山水轴，是题述赠予日人大岛健一的一件作品。题跋无数青山散不收，云奔雾卷入帘沟。
直将眼力为疆界，何斥人间万户侯？笔墨较为疏淡，应是晚期之作。黄宾虹乃一学者型画家，前大半生饱读古籍，编纂丛书，并临摹大批古名家之作，后足迹半天下，九上黄山，五上九华，四上泰山，更南于五岭东雁荡，一照西来更入蜀。正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，似70岁之后，衰年变法，浑厚华姿，卓然成家。黄氏常自谓，世人理解我的创作，当在我辞世50年之后。今黄宾虹辞世已于甲子，时人确乎理解之。